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迪丽热巴、萧启清嚷：“这风刀美学，美到骨髓里的惊艳。”要说今年最具冲击力的荧幕角色，聂九罗一定榜上有名。无论是更追到凌晨的剧迷，还是只是随手刷到片段的路人，基本都逃不过迪丽热巴在萧启清嚷里的视觉暴击与气场碾压。我身边朋友几乎一致感叹：太美了，根本挪不开眼，看一遍还想再看10遍。热巴这次是真正做到了美的有力量，美的有故事，美的让你忘记她是明星，只记得角色本身。说起来，这部剧是改编自尾鱼的高分同名小说，奇幻探险题材，刚在腾讯视频开播就火得不行，首播才1个小时，热度直接飙到25000以上，还稳稳拿了奇幻剧景气指数周榜冠军。最绝的是迪丽热巴演的女主角聂九罗，角色贡献度峰值居然冲到了49%，妥妥的剧集热度发动机啊！感觉大半话题度都是她一个人扛起来的，这实力真不是盖的。聂九罗这角色也特有意思，完全就是为反差感而生的。表面上看，他就是个晒着太阳捏陶土的清冷雕塑家，穿件宽松棉麻衬衫，衬得人瘦瘦的，偶尔裹件真丝睡袍，那股慵懒又疏离的劲儿。眉眼间还带着点不食人间烟火的沉静，连指尖蹭陶土的小动作都透着艺术家的雅致。可你敢信，背地里他是南山猎人里的顶尖高手风刀？一换上黑色修身皮衣，高马尾一扎，眼神瞬间就变了，全是凛冽的锋芒。动手的时候招招狠，还干脆利落，气场直接拉满。这种安静的时候像月光一样冷，动起来就跟出鞘的刀似的双面感，被迪丽热巴演的是真到位。就说那段用筷子当发簪，反手抽刀的名场面吧。我当时看预告就惊到了，眼神从淡然转到锐利，也就一瞬间的事儿，动作又快又顺，还特飒，看得人热血沸腾。这段后来直接冲上热搜，我朋友圈好多人都在循环播放，根本看不厌。而且听说为了演好风刀的打戏，他提前半年专门练冷兵器。距离90%的打戏都是自己上的，与邻里对决时的很近，近身搏斗的爆发力，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，一点不装腔作势，这敬业程度没话说。说实话，我刚开始追的时候，确实是被迪丽热巴的颜值戳中了，毕竟谁不爱看美女呢？但越往后看越发现，这哪是花瓶式美貌啊！根本就是跟角色灵魂绑在一起的灵魂级适配。他演雕塑家的时候，眼神里的沉静和专注，感觉能把周围的噪音都给压下去。就连低头看作品的侧影，都带着艺术家独有的疏离感。可一旦切换到风刀模式，就一个眼神扫过来，那种没藏着的凌厉杀气，能让人瞬间屏住呼吸，心都跟着紧一下。尤其是第9集他被偷袭的戏份，我来回刷了好几遍。你看他急促的喘息，带着点破碎感，脚步踉跄着却不肯认输，处理伤口的时候额角冒的冷汗，嘴角强忍着的痛，还有眼睛里藏不住的倔强，每一个小表情都特真实，看得人心里揪得慌，完全能带入到角色的情绪里，感觉自己都跟着紧张。这2年总有人说流量演员没演技，但迪丽热巴用聂九罗这个角色，算是把这种偏见给打破了。她从来不用浓妆艳抹撑气场，反而就用最淡的妆，
把聂九罗的破碎感和力量感都抓得死死的。素净的眉眼藏着故事，看着淡然的样子，底下全是锋芒。这种安安静静却特有劲儿的表演，比单纯的颜值暴击可带劲多了。回头看他演过的角色，从《长歌行》里心里装着天下，慢慢长大的李长歌，到《利剑玫瑰》里刚正不阿、一腔热血的打拐民警，再到现在这个双面魅力拉满的聂九罗，能看出来他一直没待在舒适区里，专挑那些难演、有层次的角色挑战。他没浪费自己的颜值优势，反而把美貌变成了角色的特色，用一个个小细节把人物演活了。这种颜值和实力都在线的表演，才是真的美到挪不开眼。比起那种一眼过去惊艳、转头就忘的美，这种有颜值打底，还有演技撑腰的惊喜，才让人记一辈子，越想越觉得好。更难得的是，迪丽热巴的美从来不是单独摆出来看的，而是跟角色、跟剧情融在一起的。聂九罗的清冷不是装出来的高冷，是经历多了之后的通透；风刀的凌厉也不是故意装狠，是为了守护信念的决绝。迪丽热巴把这些核心都抓住了，用眼神转情绪，用动作显性格，每一个造型，每一个场景，都是为了把角色演好。你看她穿棉麻衬衫在工作室里认真创作，那种岁月静好的美，让人心里特踏实。可当她穿皮衣在危险里拼的时候，那种欲火而生的美，又让人看得震撼。这种能柔能刚、能静能飒的魅力，才是最打动人的荧幕力量啊！说到底，迪丽热巴在《萧启清壤》里的惊艳，从来都不只是长得好看，而是演技、角色和外形的完美契合。它让我们看到真正的荧幕魅力，是既能用雕塑家的清冷治愈人，也能用风刀的凌厉点燃人的热血，是既能靠颜值让人停下脚步，更能用实力让人一直追下去。这种美是往骨子里去的，越品越有味道。对了，你们追萧启清壤了吗？是被迪丽热巴干净利落的打戏帅到喊出声，还是被她细腻戳人的眼神戏打动了？快来评论区聊聊，你们最喜欢哪个名场面？还有这个又美又飒的聂九罗，是不是也让你们越追越上头了？